天秤天蝎座5月中旬关系挽回指引。我们天秤啊，真的是忍不住了，就真的是太想要去找他，太想去找对方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想去找他。因为这边这样一个权杖骑士在这里，那我们天秤还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潇洒一点，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都不管啊，离开了就是离开了，我们可以头也不回的就往外去走。但是现在我们天秤会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做不到啊，对不对？天秤宝宝，我们还是会想起对方，或者说还是会去怀念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其实这边这样一个权杖骑士，他就一直有在去催促我们天秤啊，就是想要去找你，我还想要跟你再去见一面，我还想要去对你好。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我还想要告诉你说我到底有多爱你。但是因为这边这样一张权杖骑士，他其实可以看到啊，他一直是一个在路上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天秤真的会觉得好像有点要追不到对方啊，就只能是看着对方的一个背影一样了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方他走的并不是很快的啊，甚至有可能只要我们天秤稍微再努力一点，有可能就能够去抓住他了，因为他心里面其实一直有在去可以说有在等我们天秤来找他的啊。但是我觉得对方他好像会有点傲娇啊，因为到后面星币7这张牌，星币7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明明伸手就能够去抓住这段感情的，但是我就是不敢伸手啊。为什么？因为对方他其实也是会觉得害怕，就怕两个人过去的那些冲突他会重演啊，就怕你会觉得我太主动了啊，更加害怕自己的这个主动呢会让两个人不能够做到好聚好散。所以说对方他其实也是有在压抑自己，他宁可让自己呢就假装无动于衷啊，看着我们天秤来找他，但是他也不敢太过于坚定的来回应我们天秤，他其实还是想要多去观察一下的啊。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啊。如果说他不能够确定我们天秤这次是很认真的话，那他是不会给我们过多的反应的啊。但是你说我们天秤这次真不真呢？啊，我觉得天秤太委屈了，这还不明显吗？我们天秤宝宝啊，我想对方应该能够察觉到吧。我们当然是比金子还真的，哪怕说我们好像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碰壁啊，感觉到对方对我们好像有那么一点冷漠，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天秤这边这样一个权杖骑士也是不会停下来的，我们还是有再去争取啊，争取你身边的一个一席之地，或者说争取能够在你身边多去停留一会儿，我们就真的只是想要跟你去在一起啊。但是从这边骑士走到后面一个星币7逆位的时候，那我们天秤其实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受挫的，因为对方他一直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什么回应，所以说其实我们天秤现在也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才好了啊，想要向你去靠近，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一直有在去做一个无用功一样啊，就是觉得完全达不到我的一个目的啊，但是索性放弃吧，那你说舍得吗？啊，肯定舍不得，我们又是舍不得的。所以说这段感情其实对于我们天秤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其实就看我们天秤的一个态度了。如果说我们天秤能够不放弃的话，那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还能够去往前去进啊。但如果说我们天秤都看不到希望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段感情也就是要到这个收尾了，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情况其实是不容乐观的啊，因为哪怕说我们天秤这边的这个天平倾斜了啊，我们天秤去付出自己的这个真心了，我们其实也是得不到什么回应的。所以你其实会发现到这边星币6一直都是我们有在去考虑你啊，一直都是我们在为你着想。所以说，其实我们天秤越是这样去为对方付出，反而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委屈啊。我们天秤宝宝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的卑微呢？啊，我也不是没有人要，天秤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星座，天秤不怕没人要的，天秤永远都有人追啊。所以说我们天秤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呢？所以说实话，其实我们天秤宝宝现在心里面已经非常不平衡了，而且我们越是在意一个人，那我们的这个脸皮就会越来越薄啊。天秤慢慢的其实已经没有那种说为了你好像什么自尊都不要啊，什么脸面都不要啊，这种豁出去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心里面现在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就是也很想要给自己去留一点面子。如果说你连这点面子这点尊严都不肯留给我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从来都没有为我去考虑过啊？就会怀疑说你真的爱我吗？啊，你是不是已经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呢？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天秤心里面真的是已经非常不好受了。现在哪怕说我们有一部分天秤宝宝可以看到一部分天秤宝宝有可能还会主动啊，哪怕说我们有再去主动，那也只是我们在强迫自己去为你去付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天秤其实已经有一些想要退缩的想法了啊。但是对方，我觉得他就像前面说的一样了，他并不是说故意要来远离天秤的，而是他还在一个紧张当中，他其实会有点害怕我们天秤的这种热情，就有可能只是一时的啊。曾经他也是很相信，真的非常相信我们天秤，因为其实到这边这样一个圣杯7，就代表说那种美好的感觉嘛啊，圣杯7。这种美好的一个曾经，我觉得肯定是有过的。对方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天秤的，他觉得我们天秤就是他碰到的那个万中无一的人了啊！他把所有对于未来的想象都已经给到我们天秤了。但是因为圣杯7啊，他来到逆位的时候，那两个人之间，我觉得肯定是有发生了一些误会啊，或者说一些矛盾之类的啊。可能是对方呢，他发现我们天秤身边好像有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异性啊，或者说对方他有感觉我们天秤觉得我们天秤好像一直有在去骗他啊。但是你说实际有没有呢？啊，我觉得。很委屈的一点，很冤枉的一点，就是天秤身边可能真的有别的一些桃花啊，天秤有可能也是真的有隐瞒一些这种在这段感情里面，但是我们天秤真的从来都没有说想要过要伤害对方。天秤我觉得对于这个人，对于对方真的是认真的啊。你会发现，其实前面这边星币6，天秤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别的人身上，天秤我们就只是想要对你一个人好，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要去跟其他人怎么样，从来就没有想过啊。包括说一些隐瞒，我觉得也是我们天秤可能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之类的，因为其实天秤其实这种地方还是蛮细腻的啊，就是我们会怕你想太多，怕你对我们失望。
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不想要让它产生，所以说我们会去隐瞒一些对于对方来说不太好的消息其实我觉得我们天秤宝宝这么做也是想要保护对方而已但是对方我觉得他更加希望的是你能够跟我开诚布公我们天秤宝宝就他希望你能够坦率的来面对我因为对方他也很需要安全感，我们天秤越是想要保护他，那对方就会越来越觉得你一直在骗我你没有跟我去说实话，所以说其实走到现在，我觉得对方他也不知道就是不是真的能够再去信任我们天秤了但是你说对方他对我们天秤完全没有感情吗？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完全不正确因为对方他这边这样一个圣杯七的水元素，就说明他真的是全身心有在爱着我们天秤的，所以他并不是说没有完全不给我们天秤机会那他其实就是说白了，他就是在考察比如说给一个这种期限，那你只要能在这个期限内让我相信你是真的能够给我足够的安全感，那我就还是能够去跟你在一起，愿意跟你在一起只不过说呢，对方他的这种考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心里面的，就并没有来跟我们天秤去开诚布公的说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对对方特别的坦诚，所以说我们天秤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完全得不到回应了在这边就真的要撑不住了，就是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对不对？我到底还能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你的标准呢？对不对？但是不管我们天秤再怎么的落魄再怎么难过，我觉得其实这边出现魔术师的时候，我们天秤还是放不下对方的，因为魔术师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强烈你会发现两个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爱着的这种还在爱的一个痕迹，我们天秤对对方的一个思念，我觉得其实也并不会减少，包括说对方他对我们天秤的依赖也没有减少的，两个人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就是有再去嘴硬了就是那种说我好像我已经放下了，我反正完全不在意了好像描绘出一幅你要是不提起我都不记得这个人了就真的就是那种嘴硬心软的其实我们天秤心里面真的非常在意对方，就恨不得天天挂在对方身上，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感情里面有争吵非常正常，很正常一件事情，对不对？矛盾不可怕的我们所有的宝宝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解决矛盾，而是一直在用一个拉扯的方式来面对问题。两个人如果说把这个分分合合当成感情里面的常态的话，那总有一天两个人是会真的到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一个地步所以说这一点我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天秤跟对方能够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因为双方现在到后面走到一个宝剑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可能两个人会觉得说好像不说话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一段感情当中谁都不说话的话，那两个人就会被彼此给越推越远的。所以说其实很可惜我们天秤一开始前面这边权杖骑士对不对？走到这边这样一个宝剑四的时候，那种热情会被完全的就消耗掉了消耗光了。我们天秤可能就是有在慢慢的就是好像变得沉默是金了就被对方的这种冷淡的给打击到了。所以说我们天秤心里面很难受很想要去靠近你，但是你又完全靠近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其实看起来也不努力了我也觉得说我也沉默吧我什么都不说了。但其实实际上别看我们天秤好像也是在冷淡的这样一副样子，但我们真的就还是有在想办法的，还是有在想说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才能够让两个人能够长长久久的去在一起呢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离你更近一点呢？所以说其实我们天秤对他其实对对方还是有爱的，仍然有爱但是我们是有在去压抑自己的爱然后会尽量的呢让自己不那么去付出但是你说这样子你能否认天秤的一个感情吗那也是不行的，是不是？我觉得其实不能够否认的，对不对？所以最后的这边一个结局到一个圣杯侍从的一个正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天秤其实还是真的没有爱错的我们天秤宝宝，因为前面我们天秤这边这个宝剑四虽然说没有什么行动但是我们天秤其实一直有在去憋着一股劲就是我要去找你，我要去跟你去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真的会像这边这个侍从一样，就为你改变，只要你说那没有问题，我就愿意为你去做。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天秤跟对方其实还是慢慢的会有联系起来，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信任感或者说这个安全感都是有在慢慢上升的那我们天秤在经历过这种分开之后，其实会变得越来越明白自己到底喜欢的是谁了或者说到底喜欢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到底想要跟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所以说其实到后面这边这样一个侍从也是我们天秤在这段时间想的蛮多了成长也还是蛮多的。但是因为这边这样一个水元素在这里的话，那我感觉对方他其实对我们也还是会有一丝犹豫的甚至说他对我们其实还会有一些的一个怀疑。所以说两个人之间虽然说会有进展，但是可能见效这个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快。两个人之间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去让这个侍从去成长吧去让这段感情走向一个跌跌撞撞或者说开头跌跌撞撞，最后走到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如果说连这个耐心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两个人就更别提要去走过未来的这个10年8年几十年了，对不对？我们天蝎对你真的就是一眼万年但是两个人为什么就这样去放手了呢？天蝎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人真的是有那种一直至死不渝的那种坚定的爱不管我们天蝎自己到底承不承认，反正我觉得这边这个星星出现的时候，我们天蝎心里面早就已经是认定了这个人了就是一个对的人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就是我的这个星星你在我的眼睛里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耀眼的，就是非常明亮的这样一个存在，给我们是带来了无限的一个希望的。所以说我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天蝎宝宝就以前我们是有在这段感情里面是有受到过伤害的甚至说已经受伤重
重到已经快要不相信这段爱情了。但是因为这个人，因为对方，我们又相信爱情了，我们又相信了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那种无怨无悔的爱情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天蝎在这里啊才会这么的坚定，就这个星星啊它才会这么的明亮。但是很遗憾的一点就是这个星星它在这里它并不能够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虽然说你在我们天蝎心里面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啊，但是我们天蝎其实还是会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啊。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呢？因为我们天蝎会觉得这段感情啊对于我们的一个这个消耗太大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没有错啊，确实是很开心，但是两个人争吵啊还有冷战的时候，我们也会难过到快要抑郁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消耗下去，我们天蝎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还能够去接下去去撑多久了啊。但是对方他难道对我们就不好吗？我觉得当然也不是的。对方他如果不好的话，那我们天蝎又怎么会喜欢上他呢？对不对？天蝎会喜欢的人，我觉得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就是那种非常温柔包容，而且是那种有内涵的这种人啊。所以说我们天蝎这边这个星星也是代表着对方他并不是说对我们不好，但是他是那种没有办法啊，可能一时冲动呢，两个人就一时嘴快就闹了分手了。所以到后面这边高塔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并不是真的自己就想要分开，不是那种说内心当中觉得不行了，我们两个人要分开，而是有些话说出去反而有一点那种覆水难收了啊。两个人可能就是去说了一些狠话啊，讲了一些自己想起来都会去后悔的话啊。所以其实走到高塔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五雷轰顶了啊！我们天蝎的心就已经是崩塌了，或者说是觉得特别无助的，甚至是有一点那种手足无措了。我们是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要不要去挽留你？要不要去求你回来呢？啊，要不要就这样子干脆两个人就放手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天蝎心里面应该也是并没有一个定论的，哪怕说我们想好了啊，我要去放开你，但是我们心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去想你呢？是不是？包括说我觉得对方他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边这个高塔在这里，那他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表面上去装作一个很正常的样子，他其实不会让别人啊，尤其是让我们天蝎看出来他的这个心已经是碎了一地的。所以其实这边这样一个高塔牌真的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一个感觉啊，没有说谁是真正的赢家，没有的啊。当我们天蝎在回望这段感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方啊他其实也是有在去思念我们天蝎的啊，他其实也是有对我们念念不忘的啊。但是我们天蝎宝宝啊，我们天蝎宝宝在这边真的是已经被伤害够了啊，我们痛也已经够了，真的不要再去伤害天蝎了。现在我们心里面留下的就只有那种不安，还有那种怀疑的感觉。因为当我们天蝎看对方的时候，就会觉得你确实很优秀啊，很好啊，所以说你是不是并不是说很专一，你是不是就是已经要离开我去找别人啊？因为你这么的优秀啊，你一直有在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甚至说我们天蝎会感觉自己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备胎啊。所以这边一个圣杯6走到逆位的时候，我们天蝎心里面是非常消极的，我们也会感觉非常的不平衡啊，就会觉得我好像已经是错付了，我可能一开始呢就不应该要跟你去在一起啊，我错就错在我竟然爱上了你，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放下你了啊。现在我们天蝎哪怕说是自己想跑想放下，也是跑不掉忘不掉了，因为逆位的这个圣杯6，我们注定是要跟对方要去纠缠的，不管两个人之间啊到底再怎么的一个不对等啊，我们天蝎真的就是逃不开这个人，离不开他，我们对于对方还有那种就是割舍不断的一个感情在的。所以你别看我们天蝎好像有时候这个嘴巴很毒啊，会讲一些这种就很不好听的一些话，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天蝎真的一直有在跟你去就是求同存异吧啊。虽然说冲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感情，但是从根本上面来说，我觉得天蝎还是爱的啊。不管心里面到底有多难受，也不管有多少的一个不安啊，或者说一个怀疑，我觉得我们天蝎也没有说我真的要放弃你了啊，我真的再也不想要跟你去见面了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天蝎宝宝现在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或者说最多就只能是口头上面一个狠话，但真实是做不到的啊。因为到后面这边战车在这里，那我们天蝎对于这个人其实还是会有那种就是想要占有，或者说要抓住他的一个冲动啊。那天蝎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占有欲呢？啊，还不是因为啊我们爱你嘛，对不对？包括说我觉得对方他其实心里面也很清楚的，他完全清楚天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天蝎特别的努力，或者说特别的上进，包括说他心里面也是知道我们天蝎是非常的要强的，所以他是非常欣赏我们天蝎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知道我们天蝎就是比较的这个倔强啊，所以有时候呢，他真的会觉得自己有点控制不住我们天蝎。每次只要他稍微的这个态度稍微强硬一点，那我们天蝎就会拿起自己的一个小针啊，拿着保护自己的这个蝎子尾巴去刺伤对方了。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其实真的是知道我们天蝎真的就是会扎人啊，所以他就会想说，你是不是故意要来虐我啊？为什么你明明是爱我的，但是你还是要这样子来对我啊？但我觉得其实天蝎真的不是说故意，完全天蝎怎么可能会故意，对不对？因为天蝎宝宝太要强了。当我们天蝎觉得自己受伤了，或者说没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天蝎能怎么办呢？天蝎就只能够拿起自己的这个小刺啊，蝎子的小刺。所以说我们天蝎这边的这种战车的这种攻击性是无差别的，伤人也伤己。当你10分痛的时候，其实我们天蝎有12分的一个痛啊。所以说这一点上，我真的替我们天蝎觉得很委屈啊。而且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天蝎真的是有在努力的去改变了啊。我们也知道自己这样子呢是会伤害到你的，所以说我们会努力的去控制自己啊，或者说去收敛自己身上的这个刺。我相信对方他其实也会有这个某个瞬间啊，能够感觉到我们天蝎的一个真诚，就是我们天蝎其实是有在去不断的去消耗自己来去滋养你的。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有能够感受到的啊。
还是先看这边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天蝎真的是有点被消耗的太多，或者说是我们天蝎还没有去放下自己的心结啊，我们就已经是不想要再去找你了。我们会慢慢的去故意的去装作好像漠不关心，也不想要再去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在干什么。所以不得不说，我们天蝎的这种冷淡其实是会变成两个人最大的一种阻碍的，因为这种冷战其实会让双方会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爱了啊。所以我感觉其实真的到这边还是蛮危险的一个境地，因为前面也说了嘛啊，我们天蝎其实就是那种嘴毒啊嘴狠啊心狠啊，就只有对自己在意的人才会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我们天蝎真的心灰意冷的时候，那不管心里面有再多的委屈，我觉得天蝎其实也是不想再说的啊，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了。所以说，我们天蝎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真的就会趁着心里面的这股劲啊，就有可能会索性就逼自己去放下了。天蝎为了放下对方，可能就会一直去告诉自己啊，就是去自己去催眠自己啊，说你也没有那么好啊，你身上也有这么多1、2、3、4、5、6、7的这种缺点这么多，那我一定要去忘记你，我一定要去放下你。所以其实这边这个教皇他会有一种非常难过的一个抽离感。我们天蝎就其实是想要把自己从一开始的前面的这个心情当中去抽离出来啊，我们不想要去崇拜你，也不想要去把你在想的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好了啊。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天蝎怎么可能说真的会把你想的很坏呢？对不对？天蝎是做不到的。我们是很清楚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有多开心。那现在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想要让自己再停留下去，所以说才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用这种消极的这种话去洗脑自己，让自己保持住理智，或者说那种好像这边教皇一样高高在上这种感觉，就好像只有这样子，我们天蝎才能够真的去忘记你啊，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稍微的变得这么好受一点，好过一点啊。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天蝎对你还是留有一个真情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放手，并不是说真心实意的放下，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理智啊，让我们呢不得不这样子去做而已。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其实就是那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的啊。他后面这边这个皇后，其实就说明他真的是不想啊，完全不想和我们天蝎分开，因为他和天蝎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舒服啊。他感觉自己只有跟我们天蝎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特别的快乐啊，才会特别的幸福，才会有那种好像被滋养的感觉。因为天蝎的那种负责任也好，或者说我们天蝎的那种温柔啊，或者说那种照顾也好啊，甚至说是我们天蝎嘴毒背后的那种好心、那种善意，他其实都是完全记在心里面的啊。所以其实跟天蝎在一起这个日子，他还是蛮享受的啊。所以如果出现现在这样一种意外的话，那他真的就会觉得自己可以跟天蝎啊，如果说怎么说呢，没有这种意外，他真的会觉得自己可以跟天蝎走下去啊，走到一个一辈子。但是因为皇后走到逆位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希望已经没有办法成真了，因为天蝎他觉得我们已经在离开了，而且天蝎的这个背影看起来真的非常坚决，所以说对方他会觉得很紧张啊，他很想要来抓住天蝎，但是皇后逆位啊，逆位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抓得住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他心里面真的就是一种又绝望啊又迷茫的一种感觉。明明我们两个人是相爱的，这么相爱啊，我不相信，他完全不相信说你天蝎你已经不爱我了，但是为什么你就这样子你要选择离开我们啊？你真的舍得离开我吗？啊，他想不明白，他也完全走不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我们天蝎的那种故作潇洒啊，其实对方他受伤的感觉会来的要更加的那么明显一点了啊。但是两个人的这种真的就是太过于完美主义了，就是当想法和现实区别太大的时候，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彼此好好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圣杯3啊，就是这份感情，它越往下走呢，就越会有一种冷战的一个状态，甚至说两个人有可能就是直接断联了啊，就没有办法去联系了。而且我觉得其实3号数字在这里啊，两个人中间应该是有出现了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个异性啊，或者说是一些同性之类的，就会有一种拆散两个人的力量在中间。但是两个人的这个心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那个人其实还是彼此的啊，因为爱你这件事情已经是先入为主的占据了我的思想，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不管是身体啊还是这个心灵都是无法接受其他人的。那哪怕说我们的天蝎一直有在去克服自己的思念啊，努力去尝试忘记对方，但是我们又总是呢会发现好像突破不了啊，就我做不到啊。我们会发现兜兜转转还是你爱的还是你心里面的那个人还是你，所以一方面我们天蝎会觉得说跟你在一起真的就是太虐太消耗自己了，但是另一方面啊，我觉得我们天蝎其实还是会心软的，就还是会忍不住会想要去靠近他，甚至说在看到对方他落魄他消极这种不好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还是忍不住会心疼他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天蝎这份感情真的说想要断很难断的，断不开。短时间之内的话，我觉得两个人还是会有一些交集感啊，但是两个人就算说是有交集，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热烈的那种啊，不是，两个人更多的呢其实就是那种好像说3分藏7分啊，不主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互相都选择去憋着啊，互相两个人之间去猜啊，你猜我心里在想什么，你猜我到底还爱不爱你。但其实我们天蝎的这种冷淡啊，或者说这种嘴硬，并不能够代表我们就是不爱了啊，完全不能够代表的。天蝎可能就是只是在等一个台阶，只要你稍微对我露出那么一点爱的一个马脚，那我就会毫无保留的去对你主动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天蝎很简单的一份爱的。